延续上集我们谈到的备孕，今天我们继续聊准爸爸妈妈们非常关心的怀孕过程。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是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的就是这个怀孕，对不对？没错，怀孕呢不只是一个过程，更是一些宝宝、宝妈一个重大的责任。是，再次邀请到妇产科顾问医生李佳怡，李医生你好，还有林立明中医师，欢迎欢迎，以及我们2位嘉宾，欢迎 Jelly 还有 Gina， 欢迎。哇，你老公欢迎你有点奇怪。你每天他回来有没有说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有鼓掌吗？我跟他讲要用主持人方式啊，真的哦。好，那你们还记得你们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去做检查的时候，那种心情会不会怎样？心情是非常的忐忑的。你是先在家里验，对自己验了3支，都中，然后就跟老公讲，老公跟我父母讲，然后讲，I think it's time to go to see a doctor。OK， 然后就看咯，然后就有了 ，confirm 有了，就真的有了。然后那时候你开心吗？还是？我觉得心情有点复杂哎，说真的。There is never a time for you to be ready as a parent。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是个父，当个妈妈，完全没有想过。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怎么讲，惊喜惊吓都有。那你们2个呢？心情应该更不一样，很不一样。我第一次去照超音波的时候是哭，对。然后呢，第2次去看的时候就有胎心了，对。然后那时候继续哭，因为怀孕的过程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了，就算是你已经怀孕了，但是你不知道说到底她有没有着床顺利，对，会不会是宫外孕，对。然后有些时候你也不知道说，哎，过了1个礼拜她心跳有没有啊，所以太多未知了。所以老实说，那个时候我是表面上很稳定，但我的内心跳很快。那第一次听到 BB 的心跳声，有点不可思议，对，真的很难去形容这个。如果你没有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特别是妈妈，对。其实医生好像照了一下下，就说哦这是心跳声，然后我就问他说，可以再听一下下吗？对，就想要再多听几下这样。除了超声波之外，想问一下医生，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帮这个孕妇检查？对，通常是五种检查，对，所以我们会做 full blood count， 就是全血细胞计数，我们会验 syphilis， 就是梅毒，我们会验乙型肝炎 hepatitis B， 艾滋病毒，还有确认它血型和 RH 因子。哦，那我们也一直有听说过怀孕前3个月是危险期哦，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说法？怀孕的头3个月，孕妇通常会出现一些情况，对，尤其是阴道出血和严重的呕吐。其实阴道出血是非常常见的问题，只要不是大量的出血，一般都不会导致流产。对，但是在孕期时候，如果有阴道出血，我们还是建议去求医做个检查，确保宝宝的情况都 OK。是，而唯一能够开的药物是黄体酮，这是一个激素类的药物。如果孕妇在早期的时候有出血的症状，我们会开这个药物让他们保胎跟服用，尤其是有过流产史的女性。就是安胎药嘛。是。那是不是有一个说法是，如果胚胎发育不正常，有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流产？对，如果胚胎本身的质量不够好，它通常也会在怀孕头3个月内自然的流产。OK， 那在中医这方面呢，有没有一些？除了刚才医生所讲的，我们讲说这个怀孕初期少数情况可能有宫外孕跟滑胎的发生。那滑胎呢，就是一般上我们讲的习惯性流产，也就是说堕胎或者是小产，3次以上就是属于滑胎。所以有些人你看一怀了就掉，一怀了就掉，没了。对，这个情况多数是因为肾跟这个脾两虚所产生的。那肾虚就是它的根源，那脾虚就是气血不足的关键。了解。OK， 好，那想请问一下，这个佳琪，就是你在怀孕期间有没有出现一些状况，初期的时候担心？可能就是因为我之前的饮食习惯吧，就是因为为了上镜，就是没有吃太多东西，然后得知自己怀孕之后开始吃很多东西，然后去产检就发现到我那个 diabetic， prenatal diabetic， 就妊娠糖尿病。对。可是在这个 diabetic 的时候，当然我也有贫血，
哇，所以是2个极端的。哇，所以我需要吃矮人，可是我不可以吃甜的。是，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因为我不会吞药盐，所以那个矮人的皮我是这样子咬的。你那个之前你生病你是喝药水？都是喝药水，可以喝药水就喝药水，要不然就是真的这样子咬。好在真的是简简他是个天使宝宝在这一块，就是他没有给我孕吐，因为我本身真的很讨厌吐。哦，所以我谁喜欢吐？你跟我讲，有哪一个人喜欢吐的？对，也对啦，对不起，my bad，反正就是没有孕期间就是完全没有吐过。问一下那个医生，为什么会有这个妊娠糖尿病的问题？在怀孕的时候，因为有荷尔蒙的变化，这会导致身体对胰岛素的反应变差，所以血糖就容易变高。这就是妊娠糖尿病的问题。对，如果不好好控制血糖的话，宝宝的体重可能会变得太大，而这会影响剖腹产的风险。是，我的情况是2个极端呢，我是吐到完全吃不下东西。然后我当时很担心，说没有办法给宝宝足够的营养。然后到后面的时候，我就开始一些高热量的食物，像是比如说榴莲啊、地瓜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想问一下，利用这个机会问一下，所以到底这个中医的角度啦，吃怀孕的时候吃榴莲跟地瓜 OK 的吗？可以的吗？中医的角度啦，吃怀孕的时候吃榴莲跟地瓜 OK 的吗？可以的吗？其实不是很赞成为什么？因为榴莲它本身是性热，所以你严重2组的孕妇，你已经频繁的呕吐，就已经耗伤了津液，OK，所以体内很容易产生虚火，OK。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再食用这个大热的榴莲，就会助热生火，OK，耗伤津液，可能会使到呕吐、口干、便秘等更加的加剧。那地瓜呢？大家都会感觉到吃地瓜多了就会。这个气机壅滞，你就会产生这种腹胀啊、嗳气啊。那如果你说少量的一点的吃一个蒸过的或煮过的地瓜还可以，就是说你要看你吃完了之后，如果有胀气的话，那就要马上停止。那应该怎么？所以它是属于那种严重的呕吐。所以我们讲严重呕吐，最重要你就要少量多餐。然后目的就是让你脾胃能够接受，而不是追求高热量。最好的东西其实就是米汤，就是用白米熬成粥，然后你取上面的那个汤液来喝。所以米汤从中医角度来讲是最能养胃，又能够滋阴液。是呕吐的第一个首选。不是怀孕的人也可以喝吗？可以啊，当然可以啊，米案本来就是给人吃的。如果你是晕车的呕吐，也可以喝啊，也可以吃的。哇，来，直接来哈。对。问一下这个医师啊，你们这一道茶饮，开胃茶饮叫什么？叫生姜乌梅饮。我们用的食材有生姜3片，生姜有温中上寒、降逆止呕的功效，乌梅2颗。乌梅就有生津止渴的功效。OK， 冰糖适量，冰糖它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它做法基本上是将生姜洗干净，带皮切片，然后跟乌梅一起放到锅中，加入500毫升的水，先浸泡15分钟。OK， 之后再用大火煮沸，转成小火，再煎煮20分钟就 OK， 就加入冰糖调味，然后就即可饮用。对。因为有生姜，我们建议上午饮用，白天喝了，白天喝，趁温热小口，然后慢饮，避免一次大量的饮用，而刺激到你的胃部。这个是开胃嘛，哈，意思就是说，如果孕妇她本身有孕吐的问题，喝这个能够缓解吗？是 OK 吗？能够缓解，因为它有清肝和胃、降逆止呕的作用。不过我们讲这里这个茶比较适合的人群 ，OK， 就是那些肝胃不和的孕妇。肝胃。所以常见的就是她呕吐酸水，然后她口渴，喜欢喝冷饮，那口苦咽干，胸胁又胀满，就是容易生气，胸胁胀满，然后嗳气、叹息，小便黄、便秘等等。便秘有帮助？有吗？你们有便秘吗？有啊，孕期便秘很严重。对，可以每天喝吗？还是
你可以每天少量的喝，每天少量喝，就是你一点点这样一点点喝，一点点喝，一点点喝。哦，对。问一下2位，味道如何？可以接受吗？很好哎，很香哎很香，它的乌梅酸酸的，因为孕妇的时候我自己好喜欢喝酸的东西，如果知道这个哇，很棒哎。好，下一次就懂。所以你看相逢恨晚，对不对？突然间觉得相逢恨晚。不过重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因为乌梅它本身偏酸 OK，如果你胃酸过多的话，就应该要慎服，或者是将这个乌梅的量减少。那乌梅，你看你喝了，它是口水一直出来，因为它能够刺激我们的唾液的分泌，所以不适合那些痰湿型的孕妇。痰湿型就是一直在呕吐口水、痰涎。所以你不要再增加它的那个痰涎。那当然，过了3个月之后，就会进入到孕中期。那孕中期我了解也是要做哪一些检查哈，但还是要问一下医生哦。所以到底哪些检查呢？我们会开始做唐氏的检查，所以这是常听到的 NIPT 血液检查和 NT 的超声波。如果这些唐氏筛查的结果检查异常，那我们可能会建议做羊水的穿刺。是，一般上如果都正常，就不需要做羊水穿刺啦。对 OK， 在大约20周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结构的超声，这是为了检查宝宝气管是否发育正常。他所有的手指、脚、肾 everything 也会检查那个头的头围，是，然后一些肚子的大小。每个月在产检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量血压，做尿蛋白的筛查。这是为了筛查妊娠高血压或子痫前期的问题。那其实当然有些时候怀孕哦，有人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对吗？有吗？有听说过吗？我有听说过不能吃生鱼片，不知道是真的吗？这是真的。为什么？因为细菌和寄生虫的感染风险对于孕妇来说非常的高，尤其是 Listeria 李斯特菌。如果孕妇受到感染，很容易引起流产、死胎或者早产的现象，也可能引起新生儿严重的感染。也会被感染到。对，不能吃的食物包括生或未煮熟的肉类、加工肉类、海鲜、鸡蛋。或未经过巴氏杀菌的牛奶、软奶酪和肉类 patty， 因为这可能比较含有细菌，所以尽量就是煮熟。那医师啊，其实我在孕期之间很喜欢按摩，是不是有一些部位是不能按的？孕期的时候你要按摩就要很小心，是。然后孕期绝对禁忌刺激的一些穴位，就好像合谷，因为它有推产跟缩宫的作用。第二掌骨的中间 ，OK。还有就是三阴交，在脚那边。三阴交就是在我们的脚，这个叫内踝尖，对，4个手指就是内踝尖上3寸它就在这边。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至阴穴，那至阴穴就在我们的足小指的末端的外侧。那这个距离按摩就会按到对呀。所以这个就要很小心，这个是我们中医用来这个纠正胎位的这个穴位，艾灸。那可不可以在差不多你知道那个生产期的时候，那边开始按？后期的时候按？我们不赞成按，这个是因为它是要转胎儿的位置，所以位置不对才按。位置不对才按，也不算按，我们就是基本上有艾灸。OK。还有一个穴位就是肩颈穴，肩颈穴基本上就是在我们讲大椎穴，你头低下去，这个头低下去最高的一个点，然后肩峰是肩膀的最高的一点，它的连线的终点。连线之后，这边都不能按，这边是很常按的。对，肩颈穴按了会怎么样？这个会坠胎，就是它会引气上，然后那个胎就往下走，叫坠胎。对。然后同时我们讲腹部一些比较敏感的或能够导致宫缩的一些穴位都不要，肚子不好啦，你还要捏我肚子啊？不，没有了。他是说一般这样按摩肚子，按摩肚子也是不好。对。那以中医的这个 point of view 来，还有什么东西是禁忌的？所以我们讲说活血化瘀的食物跟中药，就尽量不要吃。比如我们讲山楂、螃蟹渣都不可以啊。山楂
虽然它能够缓解孕吐，但是它有收缩子宫的一个作用。早期尤其要慎施。是然后大量的黑木耳，因为这些都有活血化瘀的作用。益母草、红花。对，第二种呢，就是华丽功效的食物，就是凡是有通便效果的食物，通便药，哇，我们都需要避免，就好像薏仁、芦荟、大黄、蟒肖。薏米水不能喝喽。薏米水不能喝喽。对，因为薏仁它本身对那个子宫的平滑肌有兴奋的作用，所以被列为慎施。OK， 那最后的就是慎施那个房事。OK， 所以孕早期就是怀孕前3个月，跟孕后期怀孕7个月之后，就尽量要避免这个性生活。早期胎源还没有固定，然后你性生活就很容易导致这个冲任受损，所以就可以动胎流产。那晚期这很容易就引起这个早产或者是感染。所以现在来到最后一个阶段了，没错。就是说你们还记得说在那个孕晚期的时候做了哪一些检查吗？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我的预产期本来是1月27号，可是我1月19号需要去检查，然后检查到来就是医生跟我说，那时候是新年期间所以就本来想说可以多1个星期可以 relax 这样子，可以过年跟大家一起收红包啊，有新的孩子，不是新的孩子，新的孩子就是可以收小孩的红包，对，兴奋。可是结果就是19号当天去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讲，今天晚上你就要入院了。我讲，我没有什么准备，完全没有备。对，我就慌了，我就想说，不是要等1个星期吗？可是结果医生讲说，你最好今晚起来，因为你的羊水已经在下降了。可是你的孩子他下去了，他是给我们选，你可以不要进来，就有风险啦。对，我就想说，这是我第一胎，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觉得我是不听你的话吗？然后我还是进去的。是。早上就是催生，5点就放那个药进去，然后到1点半他就出来了。所以生的过程是蛮顺利的，是等待的过程比较久。就是很莫名其妙的，突然间这样。本来是可以过年了，现在过年前他就来跟你见面。对，本来就是我要一个兔子，结果来了老虎，就把我羊吃了。OK 啦，没关系啦。对啊，我跟你讲，不管你的孩子是属虎还是属兔子，他一样吃掉你的。对。OK， 那你们呢？因为我们孕晚期的时候，其实有去做那种4D 的超音波，就是医生是跟我们讲说，晚期的时候照最准确，它大概什么样子，生出来就是那个样子，而且那时候开始长肉，所以超音波照出来很可爱。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孕晚期有照这个超声波的这个影像，所以左边这个是20周，还不是很清楚。是。右边那个就那个轮廓就很明显，是29周的时候了。他手在上面，看到手在动，抓头。他很喜欢把手放在头那边的时候。想问一下医生啊，就是孕晚期为什么还要继续的照这种迷巢啊？什么原因啊？所以从30周之后，我们会做 B 超来检查宝宝的大小。我们也会检查他的羊水分量，还有胎盘位置，确保没有前置的胎盘，还有评估他的胎位，确保可以顺产。而37周以后，我们开始做胎心的监护，叫 CTG， 还有宫颈的检查。对，就如果说子宫颈太短的话，就有可能会早产。对。有什么迹象是代表说宝宝真的要出生，就不能够这样慢慢来了？所以第一就是见红，如果阴道出现鲜血的血丝或者褐色的分泌物。对。第二就是当然有规律的宫缩，尤其是5到15分钟这么规律的话，都是生产的现象。是。对。第三就是羊水破。对，如果有这些情况，我们会建议尽早去找医生来做的检查。是。那时候他的情况是我在工作嘛，就在房间工作，我就突然间大喊一声，叫一声啊，
我的情况是我先见红，我在上厕所发现有血，有血之后我就想说进去安胎，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但是殊不知一进去安胎安不住，隔天医生就说，那你现在直接剖腹吧，因为你已经宫缩一整晚了。是哇，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呀，自然分娩比较好啦，是因为你这个宝宝通过那个产道会比较怎么自然啦。那有些人就是说，不会剖腹也不错啊，所以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如果是低风险的妊娠，我们是大量鼓励顺产，因为剖腹生产对母亲的风险会比较高，而且会影响未来的妊娠，对，但是它也是有优点，就是包括可预性比较高，而对宝宝的损伤也会比较小。那有没有说剖腹生小孩，有没有说最多是可以多少次这样的一个生法？对，我们不建议多过3次。对，剖腹通常是那个刀疤是同一个地方，对不对？当然，所以就那个地方最多给你开3次啊。其实皮肤方面是没问题，可以开很多次。我们担心就是每次剖腹生产时，它的子宫的 muscle 会变得比较薄，所以怀孕的时候可能胎盘会太紧密的塞住。对，这个是非常严重的情况，因为生产时会大量的出血，很多时候要把整个子宫切除下来。我总是觉得说，从备孕了到怀孕了到生小孩，一路来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最辛苦的还是妈妈了，真的辛苦了，辛苦是。不过我还是要鼓励有在看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还在考虑要这个生孩子的话，真的就是早点生，尽早生，然后因为我觉得对这个妈妈的康复也比较快，体力啊什么，最有资格讲这句话，是真的。不要说什么2人世界，要等这个等那个。对，真的像佳琪这样，顺其自然，有了就去面对。这小朋友他就是每一个都是一个祝福啊，真的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很可爱 ，enjoy every moment， 是感受当父母的喜悦哈。是，今天也要谢谢我们的李医生还有林医师跟我们分享那么多，还有你要谢谢2位辣妈，漂亮妈妈哈，佳琪、金娜。对，当然也不要忘记哦，爸爸也是很辛苦的，我们也是不容易。对。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我们下次见喽，拜拜。